准备好你的耳朵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将走进一位身残志坚，用智慧改变战国格局的兵法天才孙膑。他是孙武的后人，鬼谷子的弟子，与庞涓同门，却因才华出众被庞涓嫉恨，遭受膑刑，双腿残废，从此踏上一条不归之路。但他没有沉沦，而是在齐国重获信任，辅佐田忌，以围魏救赵减灶之计2次反败为胜，完美复仇庞涓。他不再亲自上阵，却能指点千军动向；他不再步履如飞，却让敌人寸步难行。孙膑不仅是战国时代的智慧象征，更是中国兵法史上一座永恒的高峰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用谋略扭转命运的传奇人物孙膑。那是战国中期，诸侯争霸愈演愈烈，战火纷飞，天下如同一个巨大的熔炉，熔炼着人性的贪婪与光辉。在这乱世之中，有一个被后世尊称为鬼谷子的隐士，他住在深山老林，却洞悉天下大事，胸藏兵法韬略。在他门下有2个天赋异禀的弟子，一个名叫孙膑，另一个名叫庞涓。相传2人曾同随隐士鬼谷子研习兵法，情同手足。孙膑据载是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兵圣孙武的后代，血脉里流淌着对兵法的极致天赋。他聪颖过人，对军事的理解常常能超越师长，举一反三。庞涓同样是少年英才，勤奋好学，志向远大。2人亦师亦友，情同手足，在鬼谷子的点拨下，日夜研习兵法，切磋武艺，共同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出山建功立业，名垂青史。他们曾一起讨论如何排兵布阵，如何以少胜多，如何在千军万马中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那时的友谊是如此纯粹而炽热，仿佛能照亮整个山谷。然而人心的复杂远胜于世事的变幻。庞涓比孙膑早一步学成出山，他前往魏国，凭借一身才华，很快就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，被任命为魏国的主将。魏国在当时是天下第1强国，兵强马壮，雄心勃勃，庞涓也因此春风得意，志得意满。他登高望远，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荣耀，可他心中始终有一块阴影，那就是尚未出山的孙膑。他深知孙膑的军事才能远在他之上，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，迟早会光芒万丈，而这光芒很可能会将自己完全遮蔽。嫉妒如同一条毒蛇，悄无声息地缠上了庞涓的心。当魏惠王向庞涓询问天下贤才时，庞涓起初还能按捺住内心的妒火，如实推荐了孙膑，并派人去请他。孙膑接到故友的邀请，欣喜若狂，以为可以与庞涓一同施展抱负，实现少年时的诺言。他满怀憧憬地抵达魏国都城大梁，却不知一场彻骨的阴谋已然张开了血盆大口，等待着他。庞涓表面上对孙膑热情款待，嘘寒问暖，可背地里他却向魏惠王告发孙膑通敌叛国，捏造了足以置孙膑于死地的罪名。魏惠王素来多疑，加之庞涓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声泪俱下的劝说，很快便相信了庞涓的谗言。那一夜，孙膑的命运坠入了万丈深渊，他被捕入狱，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。先是膑刑，活生生地削去他的双腿膝盖骨，让他从此沦为废人，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，甚至连站立都变得异常艰难。剧烈的疼痛如潮水般将他吞噬，他几乎昏厥过去。可更令人绝望的是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遭受此等无妄之灾。接着是情形，在他的脸上刻下耻辱的印记，墨汁刺入皮肉，这道印记将伴随他一生，提醒他所受的屈辱，也昭示着他罪犯的身份。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，到瞬间变为一个双膝残废、面目全非的囚徒，这般巨大的落差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凡人的心智。他躺在冰冷的牢房里，身心俱疲，痛不欲生。当他得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是曾经的同窗好友庞涓时，他心中的绝望与愤怒
瞬间化为熊熊烈火，几乎要将他焚毁。曾经的友情，此刻已化作一把淬毒的利刃，深深刺入他的血肉。庞涓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孙膑残废，他还要彻底毁掉孙膑的意志，让他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他假惺惺地派人来关心孙膑，送来食物和水，甚至还安慰孙膑，说他会向上禀报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孙膑深知庞涓的歹毒用心，他没有选择沉沦，也没有选择爆发，他选择了唯一的生路，装疯。他开始胡言乱语，时而嚎啕大哭，时而痴痴傻笑，甚至在牢房里打滚，将自己的粪便涂抹在脸上，吃下污秽的食物。他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彻底失去心智的疯子，一个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的疯子。这种表演是如此的真实，以至于连看守的狱卒都信以为真。庞涓也得意洋洋地认为孙膑已经彻底废了，对他放松了警惕。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屈辱，用自己的尊严和清白去换取苟活的机会。可孙膑明白，只有活着才有报仇雪恨的希望。他忍受着旁人的嘲笑与鄙夷，任由污秽沾染自己的身体，却在内心里将这份耻辱深埋，将复仇的火焰越烧越旺。正当孙膑在魏国受尽屈辱之时，遥远的东方，齐国正日益崛起。齐威王雄才大略，渴望招揽天下贤才。一位名叫淳于髡的齐国使者出使魏国，他在庞涓那里得知了孙膑的遭遇。淳于髡素来喜欢结交天下英杰，他私下秘密会见了孙膑。他看到了孙膑眼中深藏的清醒与智慧，感受到了他那颗被侮辱却依旧燃烧着复仇火焰的心。淳于髡被孙膑的才华与悲惨经历深深打动，他明白，这并非一个真正的疯子，而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智者。他冒着巨大的风险，悄悄地将孙膑藏匿起来，并设法带上了返回齐国的马车。在魏国严密的监视下，孙膑被巧妙地运出了国境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。当孙膑终于踏上齐国的土地时，他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与希望。他知道，属于他的时代或许就要来临了。抵达齐国后，孙膑并未立刻得到重用，他被引荐给齐国的将军田忌。田忌初见孙膑，看他面目情伤，双腿残疾，心中难免有些轻视。然而，孙膑的才华是无法被外表遮蔽的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田忌与齐威王赛马。齐威王的马匹皆是良驹，而田忌的马匹则稍逊一筹，因此田忌屡战屡败，心情郁闷。孙膑看到了这个机会，他对田忌说：“将军，我有办法让您获胜。”田忌半信半疑，却也决定姑且一试。孙膑建议田忌用他的下等马去对齐威王的上等马，用他的上等马去对齐威王的中等马，最后用他的中等马去对齐威王的下等马。这个策略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，但田忌按照孙膑的指示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田忌只输了一场，却赢了2场，最终大获全胜。这场看似简单的赛马，却蕴含着深刻的兵法哲理。他不仅让田忌刮目相看，更重要的是，当齐威王得知这一切都源于孙膑的谋划时，他立刻召见了孙膑。齐威王与孙膑深入交谈，探讨天下大事、兵法奥秘。孙膑对答如流，条理清晰，见解独到，每一次回答都让齐威王拍案叫绝。齐威王被孙膑的雄才大略彻底征服，他深感相见恨晚。孙膑由于身体残疾，不便统领军队，所以齐威王任命他为军师，并让田忌以主将之职听从孙膑的调遣。至此，孙膑终于在齐国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，他曾经的耻辱与痛苦仿佛都在这一刻得到了些许的补偿，他心中的复仇火焰也终于找到了燃烧的方向。时间来到了公元前353年，魏国主将庞涓率领大军攻打赵国都城邯郸，赵国危在旦夕，向齐国求援。齐威王召集众将商议对策，田忌主张直接发兵前去救援赵国，与魏军正面交锋。然而
孙膑却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策：伏解杂乱之结者不挠，就斗者不搏，披抗倒虚，行格事尽，则自为解耳。他这番话的意思是，解开纷乱的绳结不能用蛮力去扯，解救打架的人不能亲自上去搏斗。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思想，围魏救赵。这个计策的核心在于避实击虚。孙膑分析道，魏军精锐尽出，正全力围攻赵都邯郸，其后方防守必然空虚。如果齐军直捣魏国都城大梁，魏军必定会放弃攻赵，回师自救。如此一来，既能解赵国之围，又能避免齐军与魏国主力正面硬碰硬，减少自身伤亡。这是一个大胆而充满智慧的策略，它颠覆了传统的救助观念。当时的诸侯国之间普遍认为盟友有难，就应该直接派遣援兵前往战场相助。可孙膑却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逻辑，他理解了战争不仅仅是力量的对抗，更是智慧和心理的博弈。他要利用庞涓的自负和魏军的傲慢。田忌听了孙膑的分析，茅塞顿开，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孙膑的计策。齐军兵分两路，一路佯攻魏国西部边境，吸引魏军注意，主力则在孙膑的谋划下悄无声息地直插魏国腹地，兵锋直指大梁。当魏国都城大梁告急的消息传来时，庞涓果然大惊失色。他深知都城若失，则国之根本动摇，赵国虽重要，但魏国的安危更在首位。他立刻下令从邯郸撤军，星夜兼程回师自救。此时的庞涓心中只有对大梁安危的担忧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思考这其中是否藏有阴谋。他快马加鞭，率领疲惫的魏军朝着魏国方向疾驰。他焦躁不安，只想着尽快回到都城，击退齐军。当魏军匆忙赶回时，齐军早已埋伏在桂陵之地，等待着他们。桂陵地势险要，是魏军回师的必经之路。孙膑早已根据地形周密部署，将齐军主力隐藏在两侧山林之中。当魏军进入伏击圈时，齐军万箭齐发，那喊声震天动地，从四面八方杀出。魏军长途奔袭，本已疲惫不堪，再加上遭遇突袭，阵脚大乱，士气瞬间崩溃。庞涓虽然竭力组织反击，但为时已晚，齐军如猛虎下山，势不可挡。这场战役，魏军精锐损失惨重，庞涓也在混乱中险些被擒，最终狼狈逃脱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。此战不仅解了赵国之围，重创魏军，更迫使魏国次年求和，其霸主地位从此动摇，齐国则声威大振，也让孙膑的名字第一次响彻天下。然而对孙膑而言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他与庞涓之间的恩怨远未终结。他要的不仅仅是击败庞涓，而是要让庞涓彻底的、永远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桂陵之战后，魏国虽然元气大伤，但其强大的国力仍旧不容小觑。庞涓也从中吸取了教训，变得更加谨慎。然而骄傲与自负早已深入他的骨髓，这注定了他的最终结局。公元前341年，魏国再次出兵，这次的目标是韩国。韩国向齐国求援，齐威王再度命田忌为主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前往救援。这是孙膑与庞涓的第二次对决，也是宿命的终结之战。这一次，孙膑知道庞涓必定会更加小心，他不会轻易上当。因此孙膑决定采用更为高明的减灶计来引诱庞涓。齐军深入魏境后，孙膑下令第一天挖10万个灶，第二天减为5万个灶，第三天再减为3万个灶。灶的数量代表着军队做饭的数量，也就间接反映了军队的人数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，却蕴含着致命的诱惑。庞涓在探子回报中得知齐军的灶日渐减少，先是有些疑虑，但随即他的心中涌起了狂喜。他认为齐军士兵大量逃亡，战斗力锐减，士气低落，已经成了惊弓之鸟。他甚至对左右说，
齐军素来怯懦，如今进入我魏国腹地才3天，逃跑的士兵就已经过半了。他完全被表象所蒙蔽，被自己的经验和傲慢所左右，完全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孙膑为他精心编织的死亡陷阱。庞涓当机立断，放弃了围攻韩国，率领魏国主力精锐部队，以每天2倍的速度日夜兼程追击齐军。他下令轻装急进，扔掉一切辎重，只携带3天的干粮，因为他相信只要3天，他就能追上并彻底歼灭溃败的齐军。他急于立功，急于洗刷桂林之战的耻辱，更急于向天下证明他庞涓才是真正的兵法大家，而孙膑不过是徒有虚名。这份急切与自负，如同他脖颈上的一根绞索，越收越紧。孙膑则计算好了魏军追击的速度和路线，他判断庞涓的军队必定会在某天傍晚抵达马陵。马陵地势险峻，两侧是茂密的森林和狭窄的山谷，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供军队通过，是一个完美的伏击地点。孙膑下令将士们在马陵道两侧的树林中埋伏，并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将树皮剥去，在白色的树干上刻下8个大字：庞涓死于此树之下。他又命令弓箭手每人多带一些箭矢，并约定等到天黑时，只要看见火光亮起，便万箭齐发，射向火光之处。暮色降临，马陵道上风声萧瑟，庞涓果然率领着疲惫不堪的魏军抵达了马陵。他发现前方道路被一棵倒下的大树阻挡，便命人前去清理。当他看到树干上赫然刻着的8个大字时，先是心中一凛，随后瞬间明白了所有的一切。他被孙膑算计了，从头到尾自己都只是孙膑手中的一枚棋子，一步步走向了既定的末路。他仰天长叹，遂成庶子之名。那一刻，庞涓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与绝望。他曾经是那么骄傲，那么自信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却最终被曾经被他残害的对手一步步引入了死地。就在庞涓发出绝望叹息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不远处亮起的火把，这是孙膑故意点燃的信号，为的是让庞涓看清那8个字，也是为了指引埋伏的弓箭手。随着火光亮起，马陵山谷两侧的森林中，无数的箭矢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，密集如蝗。魏军措手不及，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反击，士兵们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下，惨叫声、哀嚎声此起彼伏，鲜血染红了马陵道。庞涓在箭雨中身中数箭，他知道大势已去，再无生还的可能。他不愿被孙膑俘虏，不愿再承受屈辱，最终拔剑自刎，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马陵之战，魏国太子申被俘，魏国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，魏国霸业就此彻底衰落。此战不仅是孙膑对庞涓的彻底复仇，更是齐国取代魏国成为东方强国的重要标志。它改变了战国七雄的力量对比，加速了历史的进程。孙膑用血淋淋的复仇书写了他传奇的一生，也用他的智慧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思想。马陵之战结束后，孙膑悄然隐退，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他没有选择继续享受荣耀，也没有选择继续参与战火纷飞的诸侯争霸。他经历了太多人性的阴暗与世事的无常，他更清楚齐威王虽然重用他，但也会对他的功高盖主有所忌惮。他选择了将自己的军事思想整理成册，最终铸成《孙膑兵法》。这部兵书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在银雀山汉墓中重见天日。他的出现震惊世界，彻底证实了孙膑其人和其兵法的存在，弥补了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空白，也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兵家奇才的深邃智慧。孙膑的一生，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惨遭膑刑的废人，再到名震天下的兵家奇才，最后功成身退，将兵法传于后世。他用自己的智慧与坚韧，
证明了即便身处绝境，也绝不放弃希望。他的复仇是对背叛最决绝的回击，也是对自己生命尊严的捍卫。在那个战乱不休的时代，孙膑用血肉之躯和盖世智慧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。他告诉我们，命运的打击或许会将你推入谷底，但只要心怀信念，永不言弃，终有一天你也能冲破黑暗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。孙膑这位浴血而生的兵家圣贤，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兵法谋略，更是那份不屈的生命力量。他的故事永远是强者逆袭、智者复仇的最好诠释。